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马上来关注这个现在拜习会、习拜会，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中美要准备对话了。那这个报道里面讲到了。海军司令唐华接受这个《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他形容呢，解放军在赖清德政府上台之后呢，实行蟒蛇战略来施压台湾。他说，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愿意，随时都能够进行封锁。他说，反倒是我们台湾展现了克制避免给北京制造借口来发动封锁跟冲突。真的很克制吗？我们都感觉这个赖清德喊打喊杀的，好像跟这个唐华描述的不太一样，但是他对于《经济学人》的访问的时候，他是这么声称的。那我们看这个习近平跟拜登睽违半年要再度通话，也预料可能会讨论到台海跟军售相关的事情。因为呢，现在目前中国大陆正在进行这个建国75周年嘛，这个建政75周年之际，那所以呢，习近平才刚刚对外重申他的政党关于统一的事情的一些规划，9·2共识啊，提到了这些一个中国的原则嘛。那预料跟拜登的通话也会提这个台海现在目前的议题。另外就是他们之前对于美国军售台湾的相关事情，应该是这一次双方沟通的主要要点。大陆的学者呢，北京清华大学战略及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赵明浩他就认为，现在目前元首外交对于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因为马上又要美国大选了，那所以这个局势看起来更加的不稳，再加上台湾现在目前这个赖清德的风格好像对于美国来说总是有一点失控，好像突然之间就喊不签什么和平协议，突然之间就会给美国一些惊喜所以这个恐怕是要中美自己来谈一谈。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现在辽宁号的航母有一个消息说可能要开到印度洋这边去，这是日本的国防部他周三发的消息。以辽宁号为首的这些解放军的海军航母编队，在周二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苏拉威西海，有可能接下来就是要往印度洋这边过去了。那报道指称这是中国大陆的航母首次进入到该海域，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进入，所以还不知道说这个印度方面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回应那如果这一旦这个把辽宁号部署到这边，恐怕又要引发这个第一岛链或者是跨的这些相关国家的一些这个激烈反应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东风31AG 也的确它的这个试射对于美国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威慑。那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就讲说，其实这个中国大陆还留了一手因为他们现在不断的在改良这个第2代的洲际飞弹，它其实呢还有开发出更难拦截的这个 DF-ZF 超高音速乘波载体弹头恐怕这个更是令美军担心的一个武器。甚至还有一个消息让大家听完更加的担忧，因为说中美都有同步做一个事情，人家讲说这是难道是一个末日讯号吗？接下来要在这边贩售的，不论是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大陆贩售的新车，要求要装这个广播收音机 AM 收音机当灾难或战争爆发的时候，现代通讯的网络中断，只有传统的这种 AM 无线收音机才能够接受讯息。那这样的末日电影场景难道要在现实上演吗？因为现在目前美国的无线电行业他们现在促使国会两院要通过2024美车安装 AM 收音机的法案。那同时新华社也报道了，中国大陆的工信部9月也发布了命令，他们就是要强制推动车载无线广播接收系统，要保障在突发紧急的状况之下，民众能够有效迅速的接收权威应急的资讯。那解放军在9月份的时候发射这个东风31AG， 准确落入到太平洋公海的海域如果这个飞弹发射的位置调整通过北极的上空，那这个弹着点可能就是接近美国的本土了因此这些迹象都让中国大陆的网友认为，是不是中美两国在为可能的大战在做准备？哇，这个消息也让大家听起来有点紧张那的确中国大陆
我们刚刚提到了北极，在北极这边现在有出现中国大陆的行踪，越来越多的出现了。那他们的海警船也首次出现在这个北极海的海域哦。我们看到微博的热搜上面已经登上了这相关词条非常多个，首次进入到北冰洋意味什么？中国海警现身阿拉斯加附近，打乱美国的布局，还有中方警告一场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讯号也是告诉你什么？我们透过玉渊谈天来解读他的讯息哦。他在海面上放了几个大字，他说：“你可往，我亦可往。”当你美国不断的进入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家门口，在周边的海域的时候，你所谓的第一岛链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我们也可以去到北冰洋这边。他说，中国用一个阳谋打破了美国试图在中国周边布的局。那所以看看这个中国海警脱掉了炮衣哦，从中国大陆的舟山出发，往这个俄罗斯。通过到这个白令海到阿拉斯加这样子的一个反穿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方式，不知道美国作何感想哦？就是你可以来，我也可以去。那现在目前呢，东边在6月份的时候啊，就有美日韩他们海上机构举行了海上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军演。9月份的时候呢，美日印澳呢，他们也会举行这个跨的4方联合的巡航活动。南边还有菲律宾跟美国正在这样子，好像不断的在这个菲律宾相关的事情由美国撑着腰啊，所以当然这个中俄也是越走越近。现在已经到你的家门口来看看，这个美国你有没有收到我们反击这样子的一个讯号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们这个海军司令这个回答的方式蛮怪的啦，因为军方怎么可以说你克制呢？军方应该要讲出，万一发生封锁，你的对策是什么啊？克制应该是赖清德去掰啊，虽然赖清德完全没有在克制啊。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引发两岸的矛盾冲突？那这个如果台湾说了自己在克制，那这个应该是政治人物讲的啦，或者国家的领导人在讲的。你军方怎么会这样说呢？你军方应该说，封锁我们不怕，我们都准备好了。你应该讲这个吧？所以我的怀疑是没有准备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我坦白说啊，那个大陆可能封锁台湾，这个美国那个 CSIS 智库早做出版一个评估报告嘛，这个新闻大概在半年前台湾就炒过了。传出来就是要封高雄港嘛，那有这个海警船、军舰、海上民兵3层嘛，就是那 CSIS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没有看到我们的军方，包括国防部，包括国家安全研究院的刊物有任何回应，没有，克制了。不是啊，就是因为没有招，所以先克制。我的感觉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啊。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联想啊？因为大陆的海警船没收了金门的禁限制海域，然后他来了，我们有招吗？我们事实上后来观察是，他就是盯着啊，然后就陪他走一段这样。人家来4个小时，你就陪他走4个小时。懂了，所以这是民进党的话术啦，就是其实是无招，所以叫克制。不，因为他们也没有驱离，他没有能力驱离嘛，所以都只能够怎样，就是隔一段距离，然后那边叫做监视啦。监视对于他如果强硬要做封锁，然后要做那个来往的船只的检查，你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这坦白讲，有海警的部分，有军舰的部分啦，这个2个层次也不一样哦。那我们现在就没有看到啊。那如果你用克制来形容台湾啊，这个恐怕在台湾就是一个笑话了。因为赖清德全身都是刺啊，他几乎每个礼拜都给我们惊奇啊，那和平协议也不要，然后不止对抗中国，还要对抗俄罗斯啊，不是吗？对。那这个我们也看到外交部长也呼应啊。现在都已经到反共抗俄阶段了，我就不知道你在克制什么啊！你讲话这么冲，还说你在克制，
那对于真正出现的具有军事意义上的对台湾的这个没收啦，或者是封锁啦，我们就没看到你有招啊。所以我常常在讲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你军方能力的落差，却没有办法去节制政治人物的行为。你政治人物越来越冲，可是我们感受不到你军方准备好了。这事实上也表现在哪里？这次台美国防工业会议，我们国防部副部长徐延甫副部长在美国简报，他怎么说的？我觉得他是对的。他说，美国我们付了205亿美元购买军备，美国都迟交，可不可以拜托美国，请盟邦先交给我们？你看他讲得多卑微啊！可是我认为他是对的，我们副部长是正确的。那问题是我们副部长讲这个话，总统听到了没啊？你的军备还没来耶，你动作怎么那么大啊？问题在这里啊！我跟你讲，我们在台美国防军工业会议还展现了无人机啊，说我们真的非常需要美国，我们自己自曝其短，你知道吗？说零组件 Made in China， 所以你看美国有没有回应？有啊，美国不是让我们加入供应链吗？你赖清德到底知不知道啊？就你军方没有准备好，有那么明显的落差，你每天都在刺激对方，你不觉得你这个领导人有问题吗？好，来问赖老师。我觉得我们的海军司令啊，这个唐华他说解放军只要已经准备好了，所以解放军只要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封锁台湾。他本来的言下之意是希望说，台湾海峡很重要那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所以希望您北约的国家也都来介入我们的事情我觉得他言下之意是这样，但他不敢明说。但是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欧美的北约的国家的人会想，所以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封锁，所以他有能力，所以他完全具有这个制空制海权。所以台湾的制空制海权，事实上在这位海军的将军的评估中，我们是基本上是完全会在第一战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只要现在解放军愿意，他完全可以控制台湾海峡，可以控制整个台海。所以我们的海军跟空军基本上来讲都是无用的了。那既然大陆拥有了制空制海权，那北约的国家的海军干嘛来亚洲？他来了，他不是找死啊？他要停在哪里？他要以哪个地方作为支撑点？以菲律宾不行，以日本更不行，因为离大陆更近。那他根本没有依靠点，没有支撑点，他怎么介入？然后接着，既然大陆能够控制、掌控整个台湾海峡，哪一些船可以进，哪一些船不能进？那无害通过的，或者是商船可以自由的走，但是只要是军舰、补给舰要进入台湾的都不准走，或者是你这些商船、货轮要进台湾的都不准走。那这样的话是台湾的事，不是东亚的事啊。我觉得这位海军司令的讲话不周延了，然后创了一个什么叫做蟒蛇战略。你干脆讲一个猴子战略也可以嘛，或者讲一个大鲨鱼战略也可以，讲一个鲸鱼战略也可以，或者讲蚂蚁战略也可以。没有这个词就不要发明这个词，就好像有人讲，现在一天到晚在讲一个什么制作谣言中心的农场什么的，那个现在这个一推这个就是民进党政府国防部新闻，对，那国防部的什么农场什么的养了一堆野牛还是养了一堆羊这些你就可以知道，现在都在搞这个文字游戏，搞这种东西，以为自己这样子很厉害，笑死人了。我觉得现在的军这些小学弟不知道书读到哪里去越读越糟，扎扎实实的把军事本领弄好，把军事理论、战略的理论弄好，不要在那边编创一些词，因为你已经自曝其短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解放军拥有绝对的优势的兵力，他的海军、空军完全可以碾压台湾，所以台湾根本就打不赢，打不赢你还打什么？
就你还打什么？打嘴炮。对啊，打不赢，那就应该要去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在政治上来去寻求一种对我们最有利的方法嘛。你在军事上已经告诉大家说，我打不赢了，我就白白死人，而且浪费生命，而且这个都是宝贵的生命。那我们何不就好好的来想一想，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的安排，或是政治的谈判？那不是就这意思吗？好，来请大将军。我认为海军司令所提的，我认为它是定义上是有问题，克制。那我认为就是你像是不是军事上在退让，在退却？因为包含在金马的这个执法权也好，管辖权也好，都退却了嘛，都没有去那边，这不是克制，这退却，战略退却。我认为是不是这个样？应该这样来讲，或者军事上在战略退却，在政治上挑衅了。那政治上不断的挑衅中国大陆，那你这样的话，军事跟政治不同调、不同搭，互相矛盾。我认为这个要怎么去解释？所以我认为定义要很严谨，要怎么样去说，然后非常周延。既然军事退让、军事退却，那军事退却的状况之下，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去因应？怎么样去强化自我的海军的力量？我认为这样比较严谨。那你这样的话讲话要四平八稳，定义要非常严谨才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东风31AG 的这个长程的战略弹道飞弹、洲际弹道飞弹，也包括这个东风妖拐、东风17哦，它可以达到2500公里。问题它是不管东风31跟东风这个17啊，它最重要它的是速度很快，高超音速。在高超音速的状况下，它又变轨。东风17要乘波，什么叫乘波？就是它会变轨。那我们知道速度高超音速的话，你这个拦截航线没办法追它，因为它超过10倍音速，这个反弹的这些飞弹，标3也好，或者标6也好，追不到它，因为它速度太快了，拦截航线没有。然后只有碰撞航线，那碰撞航线、碰撞曲线呢，它又会变轨，就跟知道世界上我们在这个跑最快的那猎豹。那时速将近200公里去追那个兔子，问题是兔子一定会被追，因为兔子毕竟没有猎豹快，但是兔子会变轨，它快要追到了，兔子一个急转弯，那猎豹又冲出去了，那又快追到了，兔子又一个急转弯就是变轨，类似这个状况。那东风妖拐东风17它会变轨，就是这个曲线不是弹道曲线，它变轨曲线快到的时候它就转了，所以问题出在它会变轨，变轨的话就拦不到了。所以，因为美国的这个拦截这些弹都是我们讲弹道曲线，这个拦截曲线变轨没有办法，乘波没有办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因为它突然变轨了，你就是原来曲线已经不在了，它是另外一条曲线。所以我们看这一方面都是这个武器啊，弹道飞弹啊，洲际弹道都不断的推陈出新，尤其到现在，那东风31AG 这方面的弹道试射，让中共在这一方面又做了验证，所以。变成广受瞩目，虽然2个礼拜大家还对这个新闻的热度好像还一直保持这一方面的观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以伊的这场战争看起来更加的升级了。现在目前以色列是多面作战又对着伊朗，然后又对着黎巴嫩，然后还有包含了这个加萨。那所以连也门这边它同样也有轰炸，所以它这个多路开战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这个现在目前伊朗我们来换个颜色。伊朗也已经反击了，这样发射他们的这个200枚飞弹到以色列这边，跨过了多个国家，进行了第一波的反击。那伊朗讲说现在已经让2个这个 F-35中队这个2个旅都已经被他们摧毁了，成功摧毁了2个中队，多达20架的 F-35战机是受损的。但是从这个卫星图来看，这个基地还算大致完好，不过有一个建筑物的屋顶是被炸出了一个大洞，实际上的战损尚不明朗，因为以色列好像目前对
外的消息是尽量就是不愿意曝光他们现在目前被这个轰炸之后的一个现况。那伊朗讲说，我们对以色列的飞弹攻势成功已经摧毁了你们2个中队，特拉维夫也有不少的建筑受损。那 CNN 的记者就发现了，在机场通往特拉维夫的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子巨大的弹坑哦。那其实以色列对外的讲法是说90%都已经拦截了，跟 CNN 的讲法好像有一点点落差。因为如果说90%都拦截，只有200枚，那照理说只有20个坑洞才对啊，为什么会到处都是坑洞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一次伊朗我们刚刚讲说他从他的本土直接发射到以色列，人家讲这个只有他们目前的流星3型的中程飞弹它能够飞过这样子2000公里哦，那他们其实两地的直线距离是1300公里，那只有流星3型可以飞到2000公里这样的距离才能够完成这一次的任务。它等于是不是已经突破了以色列向来最自豪的这个最强防空网？那如果以色列的防空网一旦被突破的话，是不是周边的国家都可以朝向它开始发射导弹，或者是说它的防空网已经不再管用，那就要走到了这个地面战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这个地面作战的话，以这个地面部队的人数来比一比，以色列呢，他们现在目前现役人员呢是12.6万，那包含了40万的这样的预备役人员。那周遭的国家呢，像是埃及，它是有31万现役人员，加上37万的后备；伊朗是有7.5万的现役，加上2.5万的后备；叙利亚是15.4万的现役，加上3万的后备。所以这样打起来，如果它这么多线作战，大家全面围剿地面战的话，不知道到底这样以色列会不会占得到便宜哦？那现在目前伊朗也公开他们的杀戮名单，这个名单上面有2张照片，一个呢就是纳坦雅胡，现在目前以色列总理，还有另外一个是以色列国防部长这个加兰特哦，这个现在都是在他们的杀戮名单之上。那现在看起来整个中东的局势升级，安理会呢也紧急会议哦，看到了以色列跟伊朗互呛要进行报复，就说你敢对我反击的话，我就对你报复。然后伊朗也是在讲说如果我们收到报复的话，我们又会再报复。所以现在看起来双方是你来我往，谁也不让谁，甚至在伊朗自己本国境内的议会里面这个愤怒感更是烧到了最高。我们来看看他们高喊这个美以去死啊！当初其实我们有看过那个雅果出任务嘛，当伊朗跟美国就是出现这样子的矛盾的时候，其实美国都不见得讨得到便宜哦。可是你刚刚看到这个伊朗的这一波怒火真的是已经烧了起来了。那另外呢，真主党也向以色列有发射了火箭弹，对于这个以军的引爆了入境的以军来引爆爆炸的装置。真主党提到了，他们说以色列城市里面，他们想要向这个泰博发射了一连串的火箭弹。那以军试图要跨越边境向黎巴嫩的边境城市来挺进的时候，他们就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的市政大楼，也击毙了真主党15名的战士所以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火仍然也在继续当中。那再来看到了他们说甚至还攻击了目标锁定真主党现在有可能的潜在接班人，现在也目前在以色列的空袭当中丧生了。那我们看看这个现在连伊拉克都挺紧张的这个以色列的飞弹袭击俄国的空军基地传出叙利亚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以及这个贾普莱机场疑似遭到了空袭轰炸，所以以色列甚至还开始挑衅起俄罗斯那周边的弹药库遭到了摧毁，所以他不止动用军机，甚至还从这个海军军舰发射30枚的飞弹轰炸向这个
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哦，俄罗斯驻军的所在地。那它这个命中到了这个武器库，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虽然启动，但是没有办法拦截导弹，所以它真的是又多结了一个仇啊，把俄罗斯也卷进了这一场战争。那像伊拉克的军队决定不参与以色列跟真主党还有伊朗的战斗，伊拉克的官员有这样子对外表示哦，他说以色列的攻击可能会对伊拉克造成毁灭性的伤害，甚至推翻伊拉克政府，所以伊拉克现在目前采取观望。那但是呢，海湾国家还其实不太敢像伊拉克这样表态哦，他们甚至是向伊朗保证会在你们就是以伊的冲突之间保持中立。需要这样赶紧喊话，是不是代表说下一波的报复行动，以伊之间互相的报复行动又要再升级，又要再展开呢？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你看那个海湾国家跟伊拉克不同态度啊，你就知道阿拉伯阵营内部是分裂的。这个我觉得有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哈马斯跟黎巴嫩真主党是有争议的，因为他们被某些国家当作恐怖团体嘛。所以这个并不是针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或黎巴嫩政府的攻击啊。所以我觉得这次为什么以色列会占上风啊？除了它有比较精良的军事的科技，还有美国的撑腰，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分裂。你去想一想嘛，战争打那么久了，去年10月到现在都1年了，你有看到阿拉伯国家经济集体制裁以色列吗？没有啊。而且没有半个国家在制裁以色列啊。真正制裁的是印尼跟马来西亚，阿拉伯国家自己没有。那你这样要期待别的国家来支持你，我实在是难以想象啊！而且伊朗啊，他事后讲那个话，就知道他是不玩的啦。他说我们已经成功摧毁了以色列20架 F-35，这根本没有人相信啊，就自己在对内部讲的啦。因为所有的卫星照片都没有看到这个现象，因为那个空军基地上面有很多 F-35的飞机，就没有看到被炸的啊。所以我觉得他把自己吹到那么高，就是不玩了啦。所以简单讲，就是根本就是纸老虎一只啦。所以才会在议会做那种动作嘛。你去想一想，偷袭珍珠港的时候，美国总统在国会演讲。那做了那个演讲，那接下来美国做了什么事？美国是想方设法要把炸弹丢到你日本本土，所以不是有那个特别行动吗？然后那个飞行员炸完了，还落地到浙江省，大家记不记得？美国人的意志是这样，你去看伊朗的飞弹炸哪里？你为什么不敢炸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你为什么不敢炸？你只敢落在摩萨德总部前面5公里啊！哈尼尔是谁杀的？苏莱曼尼是谁杀的？你的核武科学家是谁杀的？你为什么不敢这样做？为什么到远处去炸一个军事基地？你从这里就知道他都是打假的嘛。我简单讲，就是他不敢打啦。他为什么不敢打？因为你的革命卫队到底有没有分裂，你自己都不知道。比如说摩萨德那个黎巴嫩真主党，显然就是里面有人被收买嘛。不然以色列怎么会知道是那个地方？因为他是朝一个地点不断的用钻地弹这样重复炸。为什么他知道是这里？时间地点都要控制。就黎巴嫩真主党有人叛变嘛，你革命卫队伊朗不是一样叛变？所以他根本不敢真的打嘛，因为搞不好连你的宗教领袖都被暗杀。好，来问赖老师。我的观点跟郑亮的观点是不太相同的哈。我先把这个我的评估啊，我的观察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这一波伊朗对于以色列的攻击的行动啊，它基本上一开始就定调了，定位为对于他的高阶指挥官在黎巴嫩被杀的一个复仇，还有就是他所邀请的客人在伊朗的境内被杀
的这个对伊朗的羞辱啊，主权的侵犯。另外，对于他的盟友啊，真主党的领袖被杀，他实施的报复性的反击。这个报复性的反击就跟上一次啊他的提出来的主张是一样，也就是说，之前这些尤其是哈马斯的领袖被杀的时候，他就提出他会有报复性的反击。但是，如果美国愿意恢复这个核协议的谈判，他愿意不报复啊，他有提出来。那在联合国大会里面也再度的提出来，美国没有理会啊。那另外这一次的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攻击，那就使他有了一个正当性了。所以他先取得在中东地区，因为整个中东地区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中东地区是团结一块的。逊尼派跟什叶派还有其他不同的部落宗派之间的关系是复杂。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怎么样在国际社会里面，怎么样在中东地区中，他取得他的正当性，他是先把这个局铺好了，他已经取得正当性了。所以当以色列攻击的是黎巴嫩，但是却是伊朗去打以色列，那原因跟以色列攻击这个黎巴嫩似乎是没有关系的。那但是伊朗他却有这个资格跟权利对以色列进行攻击。这一次的攻击当然都是各吹各话了啊。伊朗说我90%是成功的，那后来修正说是80%成功的，然后以色列说没有，大量都被我摧毁，你根本没有达到效果。可是问题是以色列罕见的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是什么呢？不准他们的民众把落弹点、弹坑爆炸的情况跟这个城市被炸的情况，那么照片拍下来传到网络上，而且马上派网络的监察员在那边审查，而且说如果有人泄露、有人讲出来，要刻意刑罚，用言论的、用刑法的方法来约束你的这个新闻或是言论报道的自由。就是个人你都不能够在你的社群网站登出任何一个东西，都不可以，然后用刑法来惩罚你。然后外国的记者都是在被以色列所允许跟安排的路径中去看，那各位想想看，我们看不到整个全貌，所以很有可能我们还需要时间发酵。但是现在有一些商业卫星已经陆续的拍到了一些被炸到的一个地方了，已经陆续拍到了。伊朗没有 GPS， 伊朗的 GPS 是要不是使用的就是美国，可是美国在那段时间都把它关起来了。那伊朗能够使用的就俄罗斯的 GLONASS， 精准度并不高。那一个2000公里左右的一个导弹，你的精准度要误差10米左右，那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它已经不炸民生设施，都炸在军事基地上。我个人倒认为，以这一次落弹点这么多的情形下，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有一件在以色列的民间他们的舆论上在传播的是什么？以色列的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了。以色列是承受导弹攻击没有防御能力的国家。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的军民跟对以色列的民众他们的恐慌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好，来请教将军。这一次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说摧毁了2个中队的这个 F-35中队的这个飞机，我认为它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我看了那个卫星照相图，它的机堡都还好的机库被炸，它6连装的机库有1个被炸，从左边算出来第3号机库被炸，有遮蔽的叫做机库，没有遮蔽的有掩体的叫机堡，那机堡是好的，那有遮蔽的上面有掩体的机库有个被炸。那被炸之后，里面的那个损失多少？里面放了 F-35，放了几架？这一个机库里面放了 F-35，对，顶多里面如果塞满的话，如果都要塞满，大概只有6架左右。那6架，那其他的都还是好的，其他的这个另外5个机库都是好的。那顶多6架就塞满了。那在这个状况下，伊朗所能够创造的战果，我认为是有限的。那他用的是惯性导航，不是用的卫星定位，它是用惯性导 INS， 用惯性导航，刚好导引在上面，可能有没有辅助到这个地形比对跟那个雷射导引，那就另当别论。
但我认为这是伊朗的攻击对以色列的攻击破坏是有限的。但是以色列它占了3大优势，让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办法对以色列造成绝对的威胁。第一个，这个以色列到现在为止都掌握的是空权，有空优，有空权掌握在以色列手上。那以色列的作战节奏跟用兵的主动权就把握在以色列手上。所以看这些国家，因为没有，尤其这个不管是这个哈马斯组织也好，北边的黎巴嫩也好，甚至伊朗也好，它没有空权。第二个，这些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没有发挥统合力量，如果统合力量大家一起来，会造成以色列在军事上面非常大的压力。他们没有发挥统合力量，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以色列产生各个击破，各个来把它做处理、做解决，变成这。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办法对以色列发挥导弹的饱和攻击，不管导弹的饱和，让它的雷达超载，让它的这个地对空的飞弹呢，这个满载没有办法来应付，没有办法产生导弹饱和攻击啊！你这个伊朗对以色列只有200枚。最少要导弹饱和攻击，我判断要500枚以上，让这个以色列的雷达还有它的反弹系统造成饱和，没有办法来因应。所以以色列在这方面，它掌握这3个优势，而对这些周边的阿拉伯国对它的以色列的威胁是有限的。以色列可以从容应付，原则上到目前为止，目前是这个状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 ，A 股的火热哦，现在在这个很多的微博热搜条上面都还有，百度同样也是啊。今天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是说，港股也火热，因为 A 股现在国庆连假期间哦，所以是休市的，所以港股呢反倒只休了1天，很多人不愿意错过这样子上涨的福利哦，所以直接打飞的到香港去开户。我们就想说什么是打飞的，还去查一下，因为大陆叫计程车叫做打的哦，那打飞的就是坐飞机的意思，对，打飞的。那所以他很多人哦，赶快打飞的去了香港啊，开户啊，搭上这一波的这个涨幅上涨的热潮。连村里的人呢，就是一般不是可能会开户的人，也通通都跑去开户了，让券商忙得不可开交哦，赶快加派人手加班。那现在目前看起来，马化腾成了最大赢家。本来呢，中国大陆的首富已经变成钟闪闪、农夫山泉，但是因为这一波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高飞，所以现在目前显示出来，马化腾又站回了榜首的这个首富榜的位置哦。那1周之内增加了1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身价。那我们看到，连这个人，这个是著名的大卖空，这个麦克贝瑞哦，他甚至他投资旗下公司哦，早就已经重仓压在阿里巴巴，所以他们这一波也是跟着这样赚得盆满钵满的。那不只是港股、陆股这个大发财狂飙，就连廉价，其实在房市都出现了增温的热潮，同样又打飞的去了哪里呢？去深圳。那广东这边挤满了这个买房的人潮，因为他这一次的这个策略哦，是上广深这3个地方来放宽了他们的房市嘛，所以还有一些楼盘销售的人就讲说啊，过去3天哦，销售人员全面这个取消休假，全员上岗，而且每人人均2万步，因为要带着看房啊，客户会在上午11点之后密集前来，一直持续到晚上，通常是3、4点之后才能够抽空扒2口午饭，晚餐都是9点以后哦。那送走最后一个客户之后，才能够吃到晚餐，那都变宵夜了。还有这个到处销售的这个楼房处哦，那其实都已经变成了一个景点，有的顾客呢，甚至看房还要排队半小时。所以有些专家在讲说，哇，这个过去不是有说金九银十吗？金九真的是已经9月份的车市哦，非常的热。银十是不是要迎来了这个房市的这个爆发呢？国庆日大家都在加班哦，那看房跟成交比起平常多了50%，光是前2天的这个成绩单
就连这个二手房的挂牌量、交易量也都跟着提升，是去年同期的2.5倍。光是这几天的这个假期就已经反映出这个数据了。那更是让大家震惊的是，美国的衰事连连，就是现在巴菲特还大手笔抛售了3亿美元这个美国银行的股票，让市场轰动，就想说哇，这是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黑天鹅讯号吗？还不止如此哦，美联储现在账面上亏了2000亿美元，连金砖国家都大幅的去美元化，然后减美再增黄金哦，赶快的这样布局到了人民币市场去，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这个港股，因为它没有资本的限制嘛，所以所有的钱来去自由，所以本来它的涨幅就一定会超过上海股市啦，因为有很多外面的钱嘛，那海外的钱如果要进大陆的股市，它也要考虑怎么出的问题，所以一般人就估计啦，如果上海是涨10%，那香港应该要涨20%以上嘛。本来就是这样估计的了啊，所以我们看今天港股还是大涨嘛，可是你不要忘了，昨天啊，它云霄飞车就来了，昨天是跌了800点，那最后再拉到300多，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同意见开始出现了，这个不同意见就是因为投资本来就是有的人比较谨慎，那有的人比较敢冒险嘛，那现在就有人开始赌房市。就觉得说，这个应该会外溢出去，那会外溢到哪些商品啊？那因为大陆的房市压抑蛮久了，所以我觉得会先表现在，比如说大家觉得已经跌了比较多的一级城市啊，就是北上广深啊，如果比较有钱的人，应该会先看这地方。说还有新疆的人都飞去北上广，这个合理啊，因为有一定的跌幅啦，像广州啊、深圳啊都有那因为他觉得他会外溢进来，而且他们认为，因为先是货币那个放松嘛，然后有那个股市的激励措施嘛，然后因为那个国债可以定向导入中国股市嘛，对不对？那财政刺激措施还没出来嘞，那大家认为一定有，那这个有当然就是那个大陆政府当然是为了要刺激消费嘛，而且这个刺激消费不是为了旅游啦、吃饭这一类的，而是耐久财啦。那房屋当然是耐久财啊，就是房屋就是最大的耐久财啦，所以大家都预期下一波的。这个拉动就是要拉动耐久财的消费了，那它会不会有这个我不知道啊？比如说会不会有胡锦涛那个时候的家电下乡这种东西啊？比如说什么东西要下到乡啊、3、4级城市或到农村，那政府提供补贴，这个当然有可能啊。那这个得利的都是耐久财，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在看啦，就是。那至于这个股票会不会继续涨？那如果进入财政阶段，就会是不同的股票了啦，不是全面性的了。就是生产耐久材的股票就会获利了，就是这样。好，来问一下戴老师。港市当然那个浮动大了哈。我今天碰到几个朋友，他们就很开心的说：“我一觉醒来赚了2成。”开心到不行！我想也是媒体人，名字都不好公布了郑良也很熟了那就是他一开始夫人吗？您夫人？不是，我们没有做投资，也没做境外投资再强调我们没有做任何境外跟境内投资，也没有透过任何经纪人、那个证券商什么都没有，所以所以有任何人用这个话都是假的，因为我们从来不做这个事。顺便声明，我要讲的是说，他心情好到不行，因为他说，岳强，我一觉醒来赚了2成，我说那你出手没有？有没有卖掉？没有，那我说那就不一定了。还是纸上富贵是，还没到手都还有，还没有到手嘛？你钱还没到手，那也可能更多，但也可能更少没有人说得定，因为港股真的是波动很大。我觉得亮亮讲的没有错，昨天波动那么大，坦白说，现在大家都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但是我觉得长期面来看的话是好的，不过我觉得涨得太高一定会修正嘛，修正完了以后看它是修正多少。
那这个技术这个部分，倒是要理性的来看待。我只觉得股票这个部分不要一头热啊，有很多人就是上高以后被套牢，然后懊恼不已，然后下次解套以后就我总算解套了，结果一看怎么继续涨，又进去又被套住哈。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拜托理性看待。房市这个部分，我倒是就比较保守一点了。这个基本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单价高，交易成本高，而且它的这个税也高。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目前应该都是经纪人、中介房屋中介，他们本身在放消息。他们希望增加业绩。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新疆人如果要到上海跟北京买房子，对不起，你还没办法买，因为你必须要有居住，要有在上海缴税，而且要3年，你没有在那边缴税3年，你不能在2环内，就是内环里面买房子，你只能在外环买房子。那深圳呢？因为我看到深圳可以了，深圳可以，然后深圳我不确定，但我知道广州可以了，但是北京还是不行。所以我觉得很多假消息一直在流窜，不要相信。另外一个部分要小心房屋中介他们本身借这个机会来吹嘘、来炒作。为什么？因为再强调，股市没有热到一个程度，没有说发展到相当的一个程度，很多人有余了，已经获利了，开始感觉到说这是不是已经到顶了？他开始转移风险，转到房市，不可能才刚刚涨，尤其是大陆才刚刚涨1个礼拜，说马上就要转入房市。太不合理了，这个部分里面，我只是讲合理不合理。搞不好是投资客啊。你讲对了，但是我的意思没有，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那个中介他们就是房屋的。但他不是因为股市，他是因为他在安排那个，他是因为政策宽松，所以才一堆人去看。但是我倒建议就是说以旧换新的企业产业的企业，倒是可以比他去定一下。好，来问一下将军。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有时候是跌升反弹，因为这个经济就是这个衰退期、萧条期、复苏期、繁荣期这个循环的嘛。那一跌升之后，那是不是利润空间就来了？那看那个是不是要做进场？那这个有的时候是预期的心理，那这预期心理大家看来就会过热。那预期里大家预期怕买不到，买到就赚到了，但是反正就是买嘛，买一定赚嘛，大家都进去了。一进去之后，那资金进去了，资金那一定看涨嘛，变成这样子大家一窝蜂嘛。那会有这个现象那股市既然赚了就往房市跑，买房子去了，就往不动产去了。那我认为有时候股市也带动房市，那他们两个是有正相关，那变成这个状况。那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经济上的表现，我们看2023年，去年中国大陆跟美国总共的贸易双方的贸易总共是6644亿美元，当然比2022年下降了11%，但是问题是中国大陆还是顺差，就是出招了。大家出超嘛，中国大陆去年被美国的顺差是3361亿美元，赚那么多，美国还是贸易赤字啊。所以来看的话，那美国买过多了中国大陆的产品，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太阳能板买太多了，所以中国大陆来看呢，它整个经济来看呢，还是正向的，还是好的。他没有说因为美国对他的，你看美国加关税加那么多的，小院高墙，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这个经济上的表现还是可以并没有说因为这个经济战加税了，造成中国大陆经济上萎缩了、退缩了、衰退了，并没有这方面状况。另外，我们来看晶片大战打了3年，中国大陆好像因为晶片被不管是艾斯摩尔或者是其他的被美国所限缩，日本也限缩。韩国对中国大陆也限缩，好像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也没有因为这3年的晶片大战，好像受了一些影响，它反而突围成功了，在晶片上它开发又达到一定的程度了，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来看中国整个它的一个经济的体制来看经过这几次折腾之后，不管还包括的是金融战、还智慧财产权的美国对中国大陆智慧财产的保护，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大陆在这方好像也没有受到一些非常大的影响或者一些经济上的衰退，或者经济上的萧条，反而度过了。那是最惨的、最差的地方度过了。那剩下的地方，那就是它展现的了。它体质经过这个淘洗淘炼之后，不行的淘汰了，好像那个展现出来的，表示说在这一方面又展现出来脱胎换骨。